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隔壁一个女人40岁左右，原来比较胖，最近2年她坚持不吃晚饭，是瘦了许多，很苗条了。有一天被别人撞到，一跤摔，结果全身好几处骨折。1日3餐，这是长久以来很科学的饮食之道。这样做既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素和能量，又可以提高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消化率和吸收率，对于生物钟的调节、大脑和消化器官的健康都是有益的。有不少人都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就是吃的越少，活得就越久。听到这样的说法，有的人就开始控制饮食，尽量的让自己少吃一点，甚至有的人为此而省下一顿饭，不吃晚餐。有人说是为了养生，坚持过午不食，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减肥，再坚持不吃晚餐。那到底结果怎么样？身体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吃得越少，真的会活得越久吗？会出现这种说法，是因为一项研究表明，想要延缓衰老，获得更长的寿命，需要限制热量的摄入。希望对一些食物有所限制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热量高的食物要吃得少，也就可以帮助减少脂肪的摄入，预防脂肪堆积在体内。体内的脂肪变少以后，很多的问题也不容易发生，比如说三高、肥胖、心脑血管疾病、消化道疾病等等，都会因为脂肪变少而降低发生率。研究的结果还显示，下午6点后摄入更多热量的女性，心脏健康的状况通常会比较差。晚上摄入热量占全天的比例越多，心脏健康的程度就会相应下降。他们可能体重的指数 BMI 更高，血压更高，长期血糖控制情况更差。可是凡事都无绝对，疾病的发生并不只有脂肪，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，例如吸烟、喝酒、基因、年龄、运动、情绪都有可能影响到寿命。只是单从食物方面就来定义吃得少活得久，会有点证据不充足。另外，除了食物问题，饮食习惯也是会对健康产生影响。有的人吃饭太快，或者是3餐不规律，还有的人总是吃得过饱，都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，从而引发一些疾病。对于吃得少活得越久，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吃得过多，容易给肠胃以及肝脏带来的负担，引发一些疾病之后，对寿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可这也不足以判定吃得少就活得越久。那么经常不吃晚餐的人，后来都怎么样了呢？2. 少吃不等于不吃，长期不吃晚餐危害不少。研究同样强调了一点，少吃并不等于不吃。无论是哪项研究，都是在保证最基础的饮食上来进行的。如果机体本身无法支撑下去，又谈何对抗疾病和衰老呢？如果长期完全不吃晚餐，不仅对减肥没有作用，对身体也有很多的不利。低血糖症影响大脑功能。有些人明明很饿，却仍然坚持不吃晚餐，这会使人出现头晕眼花、四肢发抖、心慌心悸、体力不支、面色苍白等的症状，严重时还会呕吐、出冷汗。完全不吃晚餐就睡觉，人体处于饥饿的状态，容易发生低血糖。要知道，大脑的细胞只能依靠血液中的葡萄糖提供能量，当人长时间的低血糖，就会导致大脑细胞失去养分供给，造成缺氧。当大脑细胞缺氧状态达到6个小时以上时，就会形成不可逆的损伤，从而影响大脑功能。尤其是在睡眠阶段，大脑需要进行记忆处理并休息，对低血糖更加的敏感。2. 降低抵抗力。经常不吃晚餐会导致人体的各个器官缺乏营养供给，引起营养不良，比如缺乏蛋白质、缺钙等。器官受到损伤后就容易降低抵抗力，就比如开头中的骨折案例，就是营养缺乏引起的骨质疏松症状。3. 肠胃疾病。当胃里长期没有可以消化的食物，胃酸就会伤害到胃黏膜，从而导致肠胃疾病以及胃部不适，患胃炎、胃溃疡的风险增加。4. 影响睡眠。晚上不吃晚饭的人，
很容易就饿得心慌乏力，导致入睡困难。长期如此就会引起失眠症，即使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也容易因为饥饿等的原因在夜里醒来，影响白天的生活和工作。5. 月经不规律，长时间坚持不吃晚餐减肥的女性，这一点是尤其的关注。月经对女性的意义很大，关乎到健康，也关乎到女性的生育能力，所以能不出现问题就不要出现问题。而女性为了减肥而去长期的不吃晚餐，就相当于在给自找麻烦。晚餐虽然只是3餐中的一顿饭，却也是人体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一个方式。毕竟食物进入体内，并非都能被完全的吸收和消化的，所以就是尽可能的保证3餐规律，才能更好的补充营养。如果长期的不吃晚饭，就可能会引起营养摄入不足，女性的气血也就容易出现问题。气血不足的话，子宫和卵巢都得不到滋养，月经也就容易受到影响，可能就会出现月经推迟或者是闭经的情况，还可能会出现痛经。3. 健康饮食需要戒2种肉。第一种红肉，肉类分白肉和红肉，相比白肉，红肉对健康的影响是不良的。红肉摄入过多，容易给心血管增添负担，会给心血管添堵，增加相关的疾病发生。而且有研究表明，红肉属于粗盐食物，容易引发相关疾病，可能给癌细胞制造机会，增加患癌的几率。因此，对于红肉一定要限制摄入。需要搞清楚一点是限制摄入，而不是就不吃。毕竟红肉当中也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，适量补充也是对健康有益的。第二种加工肉，加工的肉类包括罐头肉、红肠、腌制的肉、油炸、烧烤，还有一些半成品或者是便捷菜，都是现代人比较喜欢吃的。好吃还是挺好吃的，可是经常大量的摄入，对人体健康真的很不利。只摄入到的盐分、油脂以及各种的调味料、添加剂，增加摄入量，都有可能引发相关疾病，甚至是增加患癌的风险。4. 这么吃晚饭刚刚好，很健康。晚饭不能不吃，但也不能随便吃。怎么吃晚餐才能更健康呢？下面几个关键点给大家参考。1. 什么时候吃？晚饭要吃得早一些，理想情况是在睡前3个小时就吃完晚饭，这样肠胃有充足的时间来消化，各个器官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。同时，用餐的时间还要规律，一日3餐都要平衡好。2. 吃多少？停留3分饥，不要10分饱。肠胃虽然怕饿，但也怕过饱。正常的情况下，晚饭吃7分饱就足够了。如果是正在减肥，或者是晚饭吃得太晚，可以尝试5分饱。晚饭要比午饭吃得简单一些。3. 吃些什么？建议晚饭要多数少荤，不宜过于油腻。可以选择吃鱼、鸡胸肉、虾等的高蛋白、低脂肪的食物。摄入的蔬菜要多于肉类，这样能够减轻消化器官的负担。同时要注意粗细搭配，晚饭不要吃得过多的粗粮，以免胀气。粗粮比例可以控制在1/3之间，既能够增加饱腹感，又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，又可以减轻机体的压力。4. 细嚼慢咽。晚饭要细嚼慢咽，有助于营养吸收和食物消化，还能够增加饱腹感，控制进食量，保护牙齿，稳定血糖。吃晚饭最好控制在30分钟左右，进食不宜过快。长寿是一个巨大的诱惑，只要涉及到关于长寿的一些影响因素，就会容易吸引到关注。有的人可能不去辨别真假，就盲目的跟从，可最终结果也许就是大失所望，还可能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